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想吃面包别出去买了，今天分享一个家庭版面包的做法，把和面比例、做法、配方都告诉你。做出来的面包松软香甜又拉丝，和买的一样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们先来和面，准备2个鸡蛋，把它打入大碗中，再加入280毫升纯牛奶，加入5克酵母，加入60克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用蛋抽搅拌均匀，搅拌至白糖和酵母融化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。搅匀后，再加入580克高筋面粉，没有高筋面粉的可以用普通面粉。面粉呢，我们分2次倒进来，第一次倒进来的时候，用蛋抽或者是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看不到干粉颗粒的时候，我们在第2次加入面粉，这时候呢，就可以把面粉全部倒进来了。再加1勺食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，再加1勺白醋，大约有10克左右。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哪里有干面粉呢，就往哪里搅拌。很多朋友就好奇了，为什么和面要加白醋呢？这里加白醋可是大有学问了。第一，白醋可以调节面团的酸碱度哦。面粉中的面筋蛋白在合适的酸碱度环境下，能更好的形成面筋网络，让面团更有韧性和延展性，这样做出来的面包造型、发酵等环节都会更顺利呢。第二呢，白醋还能起到一定的抑菌作用，在面团长时间的发酵过程中可能会滋生一些杂菌，而白醋营造的酸性环境能抑制那些有害菌的生长，保证面团可以健康的发酵。第三呢，加入白醋有助于缩短发酵的时间哦，它能加快面团发酵的速度，让我们不用等太久，就能看到面团的蓬松长大了。做面包的效率都提高了不少呢，所以呀，别小看这加白醋的小步骤，背后可是有着这么多有用的原理呢。所以大家在做面包的时候，不妨加1勺白醋试一试哦，说不定面包会更成功呢。这搅拌成这样看不到干粉颗粒的面团，这个面团呢是比较稀、比较粘稠的。然后准备一个硅胶面垫，把面团转移到面垫上，再加入45克软化好的黄油，然后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下手揉匀，让黄油完全融入面团里。做面包的面团呢都是比较稀，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的粘手，我们可以一边揉一边用刮刀刮，如果实在是太粘了，可以加一点点食用油防止粘连，但是这一步千万不要加面粉哦。大概揉个4-5分钟左右，这个面团就不会那么粘手粘面板了，像洗衣服一样给它推拉揉搓，给它揉出手套膜。如果家里有面包机或者是揉面机的，可以直接用揉面机来揉，一边揉搓一边摔打，这样更容易揉出膜，直到拉开有层这样薄薄的膜，说明就可以了。我这里一共揉了20分钟，然后再把面团揉圆揉光滑，再放入大碗中，在表面刷一层食用油，防止面发起来的时候粘到保鲜膜上，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，大概需要4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一下，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变得胖乎乎的。像我这样按压下去会有很多的气泡，像这样说明就发酵好了。然后再把面团取出来放到面板上，不用揉面拍气，像我这样用手按压一下，排出里面的大气泡。按压的过程中呢，一边按压一边给它整理成一个长方形的状态，
也不用太薄，像这样就可以。然后像我这样横着切几刀，再竖着切几刀，给它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团，每个面团约35克左右一个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取一个小面团，把它放到面板上，用手按扁，然后再拿起来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表面揉光滑后，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就整理成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剩下的面就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揉成这样光滑的面团。全部揉好后，准备一个模具，在底部和周围刷上一层食用油，或者是放上一张油纸，防止粘连。然后把做好的面团放入模具中，中间可以留一点空隙，因为面团等一下还会发酵长大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2次发酵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变得胖乎乎的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2次发酵好了。然后在表面刷上一层牛奶，每一个面团表面都刷上牛奶。全部刷好后，把它放入烤箱中层，上下管180度烤35分钟。烤到面包上色以后，打开盖子，放一张锡纸隔离着，防止等一下面包烤糊了。然后再盖上盖子继续烤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浓浓的麦香和奶香扑鼻而来。看一下颜色金黄金黄的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烤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自制小面包就做好了。刚出炉的时候，满屋都弥漫着浓郁的麦香，混合着淡淡的奶香，外表是微微酥脆的，带着烘焙后的独特质感，可内里呢却无比柔软，一按下去还会慢慢的回弹呢，每一口都松软香甜，又有嚼劲，吃着吃着根本就停不下来。自己动手做的面包，健康又放心，成就感满满的。做法没有任何难度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